大家好，我係阿影。《龍與地下城：盜亦有道》係改編自桌面 RPG 遊戲嘅始祖 Dungeons and Dragons， 簡稱 D&D 嘅電影。所謂 D&D 呢，就係一款有結構但係結局開放 open-end 嘅角色扮演遊戲。遊戲通常係3至5名玩家左右，咁有一個主持人叫做 DM Dungeon Master。遊戲咧大多數咧都係喺屋企裏邊進行嘅，參與者咧就會圍住喺個台邊嗰度啦。咁所以咧呢個遊戲就叫做一個桌上角色扮演遊戲。大家可以喺嗰個遊戲裏面做出各種嘅選擇啦，而呢啲選擇會造成唔同嘅結果同埋影響故事嘅走向。咁呢啲嘢咧都係會由呢個 DM 嚟到決定。DM 咧仲會決定所有非玩家角色即係 NPC 嘅行動。隊伍喺冒險途中嘅任何遭遇啦、互動啦、發生嘅背景啦，同埋玩家嘅行動有咩結果啦，呢啲全部都係由 DM 嚟到決定嘅。嗱，冇錯，以上我講嘅嘢咧，全部都係 Wiki 抄出嚟嘅，而亦都係呢套戲最核心嘅部分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幾個8至到12歲嘅朋友玩緊 D&D， 其中一個小朋友做 DM， 咁最後個故事會變成點呢？好，喺你想象嘅同時，我哋去一下片頭先，之後繼續講埋落去。歡迎大家嚟到我哋頻道，我哋頻道主要係做一啲影視評論，每個星期2、4、6出片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哋。同時最近我哋亦都開通咗 Instagram， 大家可以去 follow 埋我哋。當然無論任何時候，我哋都歡迎你撳呢個 icon 請我哋睇戲，感謝你哋嘅支持。頭先講到啦，如果呢個劇本係忠實改編自一個8至到12歲嘅 DM 主持嘅 game 嘅話，個成品會係點呢？冇錯，就係會變得非常之屁孩啊！而且對於咩角色創造啊、故事完整啊、世界觀啊呢啲嘢，喂，佢完全唔 care 嘅。最緊要係咩啊？最緊要好玩。變咗劇本呢個問題呢就會嚟啦。你自己玩梗係過癮啦。你細個嘅時候拎住幾件玩具，自己俾個故事佢蹦招蹦招飛嚟飛去，咁呢件事本身就已經好好玩噶啦嘛。但係問題而家係個電影嚟嘅，觀眾們呢係坐喺大銀幕前邊，真金白銀咁樣想睇一個好嘅故事，而唔係好唔好玩啊隻 game。更重要嘅係作為電影觀眾，我哋根本冇份玩嘅。大部分嘅觀眾分分鐘連呢個故事原來係一隻 game 嚟都唔知道嘅添。咁再講落去呢，就會有劇透。如果你想自己走入戲院感受下呢個屁孩做嘅 DM 嘅故事嘅話呢，我唔會阻止你嘅。但如果你已經睇完啦，想聽下我講佢有幾好玩，或者你唔想入場，純粹想聽下我有咩意見，咁喺劇透線之後呢，我就會翻嚟。故事一開始啦，就用咗大量嘅解釋性對白同埋插敘嚟到講主角同蠻族女嘅背景故事。哇！嗰下我已經驚一驚啦。有睇開我哋 channel 嘅觀眾都應該知啊。我阿影嘅最怕就係3樣嘢。第一啦，就係啲角色平板，特別係奸角一平板呢套戲就唔好睇噶啦。第二就係不必要嘅插敘。第三呢，就係解釋性嘅對白。所以一坐低呢，就嚟個2連 hit，而且交代嘅方式呢，亦都老土到爆，搞一場聽證會，等阿男主角企喺度講自己嘅故仔。我覺得呢個交代方法仲衰過放個電視喺度做新聞報導，然之後有個人喺度睇電視咁樣。你諗下，每個人都有佢嘅過去，但係你要理解一個人嘅過去，你需要理由。例如佢有冇啲嘢要你幫手，咁你想知點解啦，咁等佢解釋俾你聽啦。最好呢就係呢，佢講都冇講俾你聽，你自己去發掘出嚟，然後決定去幫佢。咁點都好啦，都好過因為劇情嘅需要搞一個聽證會，等主角無啦啦和盤托出，企喺度講晒出嚟好嘅。作為觀眾嗰下感覺係，喂，大佬你係咁講你過去做乜啫？關我咩事喎？咁你都過去啦，包括佢係盜賊團啦，想偷一塊叫反魂板嘅東西救翻自己死咗嘅老婆啦，但係逃走嘅時候就中咗自己同行嘅光頭女法師嘅時間魔法，咁啊被捕入獄。男主角最後一刻咧就交咗嗰塊反魂板俾其中一個走甩嘅隊友，仲叫佢幫手要佢照顧自己個女。咁最後男主角同蠻族女攬住作為判官之一嘅鳥人啊，喺嗰個聽證會嘅高塔嗰度咧就跳咗出去，順利逃獄。兩個人咧翻去揾呢個走甩咗嘅隊友，佢係一個騙子嚟嘅。當然啦，佢係呃咗男主角。原來佢同光頭女法師夾埋，特登令到主角同埋蠻族女俾人捉住。咁
咁佢呢2年呢，仲呃咗個城主嚟做，有錢有地位。而好彩嘅係呢，佢都有養住男主角個女。唔好彩嘅係呢，佢個女呢信晒騙子講嘅嘢，覺得男主角係貪錢之所以俾人捉而掉低阿女。咁重遇之後就唔啱傾啦，騙子打算放逐男女主角出城，而光頭女法師咧就暗中下令要殺佢2個。男主角阿 Chris Pine 咧，自從做完 Wonder Woman 之後咧，又再一次要做呢種有個女人喺前面打佢，自己喺後邊搞笑嘅角色。呢個角色定型咧，對於一個演員嚟講咧，都幾悲哀，同埋嗰個發展空間都幾窄啊！兩個人逃走啦，立志要偷走騙子城主嘅財寶，同埋搶翻阿女。揾咗以前嘅隊友法師，同埋佢介紹嘅一個德魯伊幫手。咁德魯伊變身啦，潛入個城堡入邊，發現城堡嘅金庫咧係用超級魔法鎖住。要解開魔法咧，就要有個破魔頭盔。咁要揾破魔頭盔咧，就要去一個戰場度問下啲死人有咩線索。有一個咒語可以叫醒啲死人嘅，問5個問題之後呢個死人就會死翻。最後知道呢個聖騎士呢攞走咗個頭盔，咁佢哋揾到個聖騎士啦。聖騎士呢就帶佢哋入去一個地下城嗰度拎翻個頭盔。中途呢發現咗一把 portal gun 呢俾隊友法師拎嚟用。咁最後拎到頭盔之後啦，聖騎士就打贏奸角，但係有一條黐肥嘅火龍突然之間出現，追殺咁多個人。咁啊，最後咁多人呢冇事逃離咗呢個地下城。呢個位呢，就係我開始覺得呢套電影嘅劇本係小朋友做 DM 嘅原因啊，因為所有嘢呢都冇緣冇因，所有嘢都係突然之間諗起，連個敵人都係突然之間出現，連個道具都係突然之間出現。喂，點解無啦啦地下城會有條黐肥嘅龍啊？I think that is cool。點解無啦啦會有把portal杖啊？I think that is cool。點解頭盔附近會有奸角喺度埋伏啊？I think that is cool。的確可能導演同埋編劇喺小朋友嘅年代玩 D&D 嘅時候，故事咧就係咁樣建構出嚟，一下子忽發奇想，覺得一樣嘢，I think that is cool， 咁佢就可以加落去個故事度。但係而家講緊電影啊，講緊一套1.5億預算嘅大電影，真心咁樣嘅故事質素係接受唔到嘅。好，講翻個故事，最後成功進入金庫啦，佢哋發現金庫裏邊嘅嘢咧已經俾騙子搬走晒，搬咗上船，準備走佬。換言之咧，之前佢哋嘅冒險啊，咩地下城啊，咩肥龍啊，全部都係冇意義嘅。佢哋就算係喺個城外邊開塊田耕下，買少少嘢做啲小生意過下生活，最後喺個碼頭嗰度企呢，都會見到阿騙子將佢金庫入邊所有寶物拎出嚟嘅。咁啊，佢哋又打龍啊，又拎頭盔啊，又成啊，個結果完全一樣啊，冇分別嘅。咁原來光頭女法師咧就想施展一個超級魔法，令到城入邊嘅人全部變晒不死兵團。點解呢？I think that is cool 啊嘛。點解唔係仲要我講啊嘛？咁啊，主角就去阻止佢啦，最後阻止成功，但係蠻族女咧就死咗。於是男主角咧就決定用嗰塊反魂板嚟到救翻佢，放棄咗拎佢翻去救佢自己老婆。首先呢，其實可以用叫醒死人嗰個咒語嚟到叫醒蠻族女或者佢老婆。咁啊，之後忍住唔好問佢問題呢，其實就有呢個無限復活嘅效果噶啦。其次呢，呢個選擇實在太過廉價，因為蠻族女喺2個鐘頭嘅片場入邊出現咗1個鐘頭45分鐘，而男主角嘅老婆出現嘅時間可能唔超過3分鐘。對於觀眾嚟講呢，根本就唔存在任何選擇，成個選擇一啲劇力都冇。我一路睇一路真係諗，喂，寫得完未啊？你係咪都係救蠻族女噶啦？咁我一開始咪話我阿影最怕就3樣嘢，第一，角色平板，第二，不必要嘅插敘，第三就係解釋性嘅對白。開始嘅時候一嚟就中咗2 hit combo，到結局呢一刻我回想一下，發現其實所有角色都係平板嘅劇情工具。其中奸角光頭女法師同佢背後冇出樣嘅光頭男法師，我完全唔明佢點解要整個不死軍隊。佢哋嘅邪惡係嚟自邊度嘅呢？所有嘢都係一堆設定，仲要係一堆唔知乜鬼嘢嘅設定，一堆 I think that is cool， 一堆由8至12歲嘅小朋友諗出嚟嘅遊戲設定。不過我估呢件事呢都有喺香港票房反映到出嚟嘅。呢套電影實在冇任何令到冇玩開 D&D 嘅人入場嘅理由，而玩開 D&D 嘅人睇完之後呢，只係會覺得我自己做 DM 好過呢班細路啦。睇完出嚟唔會覺得享受。好。今日我要分享嘅呢就係咁多。如果想接收多啲類似嘅資訊或者睇多啲我哋嘅評論，麻煩幫手 CLS、Comments、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我係阿影，下次再見。